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治疗的历程。心理分析的最终目标在提升个人的适应功能，包括缓解症状以及提高心理的功能。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治疗法有2个目标，一个是将潜意识化为意识，另外一个是强化自我功能，使个人的能力更能依据现实，少受到本能或非理性罪恶感所驱动。治疗的过程不只是在解决问题、学习新的行为，而是要深入探索过去，以发展更高的自我了解。这种不同程度的自我了解被认为是性格改变的必要条件。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经验与自我了解相关的感受与记忆。成功的分析是指的对个人人格以及性格结构做出重大的修正。治疗需要引出潜意识，使童年的经验可以被重新建构、讨论、诠释以及进行分析。我们常常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采用自由联想的技巧，那就是请当事人说出心中想到的事，鼓励当事人不要管这些事多么痛苦、愚蠢或者是不符合逻辑，基本上就是要当事人不假思索、不加审查，立刻说出当下闪过的任何念头与感受。这种自由联想的历程是心神分析的基本规则。让个案躺在长沙发上的目的是鼓励当事人做深度的、不自我监控的回想，可以安心地对心理师说出自己的感受、经验、联想及幻想，以降低当事人在接触到他内心冲突的时候可能产生干扰的外界刺激。另外一个经常使用的技巧是移情。移情呢，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的基础之一。移情含有当事人过去所未能解决，而现在在生活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潜意识当中的冲突。当事人会将内心的情感投射到治疗者的身上，意思是说，当事人将他童年时期所经历到的与某一个重要人物的情感经验投注到现在生活当中的治疗师的身上。移情之所以被视为是非常珍贵的治疗途径，是因为它能让当事人有重新体验原本的感受的机会。移情是精神分析与心理分析取向治疗的核心技术之一，它协助当事人在治疗的情境当中体验此时此地，领悟到过去经验如何影响他现在的生活。随着治疗的进展，童年的时期的感触与冲突便开始从潜意识深层浮现，当事人会在情绪方面出现退化的现象，将这些早期的强烈的冲突感受，例如爱、性欲求、敌意、焦虑、愤恨等等，带入到当下的咨商情境中，重新体验它们，并且将它们加之于治疗者身上的时候，移情的现象就产生了。例如，有些当事人可能将治疗者视为他过去生活中严厉又缺乏关爱的父亲，认为治疗者也是严厉而且不爱他的。这种敌意感受是负向移情的结果。另外，当事人也可能对治疗者产生正向移情，像是爱上治疗者、希望治疗者收养等
简而言之，治疗者成为当事人重要的他人的替代品。另外一个作用叫做反移情。反移情就是治疗者对当事人的移情。治疗者对当事人产生不恰当的情感，做出非理性的反应，或者是对当事人的行为有扭曲的知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童年的经验，这样的背景因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另外，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发展的危机，治疗师可以帮助当事人以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关键转折点的眼光来检视他的环境条件，决定哪些重要的事件对自己的影响是正面或是负面的。心理分析治疗法非常着重长期的人格重建工作，而不是短期式的生活问题的解决，因此比较不适合用于期待专家结构化指导或者是问题导向需求的这些个案。